有二鬼子做内应，日本谋划利用撤侨干涉台海事务，越来越明目张胆了。我们必须斩断其黑手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田少。在安倍晋三死后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改组的新内阁履新引发了外界关注。然而，随着事态的发展，日本新内阁所表现的右翼化，进一步引发了邻国的担忧和关注。在日本战败投降77周年的关键时刻，岸田内阁个别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。岸田文雄的演讲对日本在二战中的加害责任、对各国造成的伤害闭口不提，反而对时下的局势发表言论，进一步渲染中俄威胁，宣布加强日本的防御能力将成为今年的第一要务。2021年，日本首次将台湾地区安全与自身安全直接挂钩。今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，其相关内容篇幅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倍，强调台海形势对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。从中不难看出，台海局势现在正变成日本所谓的外部安全威胁的借口。此次岸田政府内阁有2位阁员需要特别注意，一个是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的高市早苗，他曾宣称，若大陆收台，日本必定参战。他还发布过10大反华主张。此人是岸田政府第2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内阁成员。高市早苗担任了主要针对中国的一个重要职务——经济安全保障大臣。这也意味着中日的经济与科技合作将面临被干扰和破坏的局面。日本将在 AI 技术、半导体、新能源等产业链领域对中国实施熔断封锁。另外一个新任阁员是防卫大臣滨田敬一，他不但是一个极右翼的分子，还曾在佩洛西之前窜访过台湾地区。为了实行所谓的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，岸田文雄政府的这些要员正在推进一项计划，利用撤侨话题来为干涉台海危机制造借口，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大陆警惕的。之前，日本就举行过10万人规模的从台湾地区撤侨计划的演习，而要落实这么大规模的撤侨，日本自卫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武力干涉台海事务。而且呢，他还能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来行事。今年7月底，石破茂等人窜访台湾期间，再次鼓吹撤侨，声称拟定撤侨方案是国家对国民保护的责任，政府责无旁贷，撤侨必须进行模拟演练，要跟台湾地区合作。目前，日本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讨论相关的方案，日本驻台北办事处甚至还举行了几次演练。早在2021年，日本政府就认为日资企业和民间侨团以责任自负为前提，自行演练如何联系和采取对策，计划突发事态发生后，从太平洋一侧的台湾东部沿海利用船舶撤侨。按照日本人的说法，包含短期停留在内的在台日侨人数大约为2万人，但是日本政府考虑演练的撤侨规模则是10万人，其中恐怕还有为台独分子在日本建立临时政府的准备。在台湾地区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亲日、媚日，甚至有皇民化台独的趋势，这些人也可以称之为二鬼子。这些皇民化台独者主张并声称台湾主权未定论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等，与蔡英文当局是一丘之貉。可以看出，随着中美2国的竞争日趋白热化，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的推动下，将导致日本修宪扩军急速推进，中日关系随时都有可能坠入冰点。在台湾问题上，日本开始扮演领跑带节奏的角色，冲在了最前面，而规划从日本撤侨可能就是日本武力干涉台海的最好幌子，值得我们高度警惕。对此，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针对性措施。一旦日本的右翼分子敢以撤侨为借口干涉台海事务，那么我们必须给予他们迎头痛击，斩断其黑手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